家里有闲置的电饭锅线不要扔，我们用剪刀把上面这个头给它剪掉以后，这样使用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，在生活当中非常有用。把它剪掉以后呢，然后我们把这头给它再拨出线头，像电饭锅线、电饼铛线，还有一些就是电炒锅上面这些电源线，它的质量都是非常好的，而且里边这个铜丝也非常粗。我们给它先拨出线头以后，然后呢把这3条线都给它先拧一下，拧完以后呢再来给它打一个对折。打完以后，我们来看一下这3条线的颜色不一样，这个黄绿它是地线，棕色是火线，蓝色的是零线。平时家里的插排电源线坏了，或者是我们买的插排上面不带电源线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线给它接上。拆开以后，我们把这3条线给它接在上面。接线的时候不能接错了，上面都有标注，黄绿接地线，棕色接火线，蓝色的接零线。这样接好了以后，就是一个移动插排，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处是比较多的。如果闲置的电源线扔掉的话，太可惜了。这样用的话，它的价值立马翻了很多倍，是吧？螺丝生锈拧不下来怎么办呢？很多人都头疼这问题。给大家分享3种拆卸这种螺丝的方法，总有一种会适合你。这个螺丝呢，无论怎么拧都把它拧不下来，已经拧滑丝了，还是一样。现在呢，看一下这个螺丝刀呢，根本都卡不住了。另外一个螺丝生锈的更严重，看一下中间呢这个十字豁口呢已经没有了。像这种情况呢，用螺丝刀根本也是拧不下来的。先分享一下第一种方法，这种方法呢也是操作最简单的，也不需要专业的工具，只需要呢找一个这样的钢锯条，然后呢在这个螺丝中间拉一个豁口，就锯一个豁口，然后呢用1字的螺丝刀就可以把这个螺丝给它拧下来。但是呢这个方法是有个弊端的，需要操作的时候呢周围要有足够的空间，如果周围非常狭窄的情况下，这个方法是没有办法使用的。第二种方法呢，就是需要用一个电烙铁。这个电烙铁它的功率越大，其实呢效果越好。用了电烙铁呢，给这个螺丝需要给它加热，加完热以后就能很轻松的把这个螺丝给取下来。这个方法呢使用起来也非常的好用，几分钟时间呢就可以把这个螺丝就能把它给拆下来。加热的时候观察一下螺丝旁边的这个塑料，看一下现在这个塑料呢已经有点融化了。当它有融化的时候呢，就不需要给它加热了。然后呢就把这个电烙铁放一边，用一个偏口钳子把这螺丝给它拧出来就行了。看一下这个塑料呢已经融化了，这样呢就很容易把它拆出来了。已经出来了，看一下是吧？现在这个孔位还能接着再用，然后这个螺丝呢到时候给它更换一个螺丝就可以了。如果没有电烙铁怎么办呢？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法，用一把手电钻安装一个钻头，把它调到最快的速度，然后呢顺时针钻这个螺丝，就这样一直的钻，不停的钻，钻一会儿之后呢，你就会神奇的发现这个螺丝呢也能把它给取出来。具体的这个是什么道理呢？我到现在还没有研究明白，大家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给说一下这个具体是什么原理。这3种方法呢使用的工具不同，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使用哪种方法，总有一种会适合你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一定要仔细观察螺丝旁边塑料的变化，发现塑料有融化的痕迹，有融化以后呢就要停止给它钻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周围呢塑料呢已经融化了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拆下来了，是不是也一样是吧？特别轻松就掉了。OK， 没问题，已经下来了。然后呢也是一样，换个新螺丝就可以了。这个孔位呢还能接着再用。这3种方法哪一种更好用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一起来讨论一下。像我们家里使用的这种不锈钢盆，或者是不锈钢碗，再或者是不锈钢桶，用了时间长后呢，有可能会出现沙眼或者是漏洞。遇到这种情况呢，有些师傅分享把这个漏洞给它补住的时候呢，一般都是用个电烙铁，弄点焊一丝，这样把它焊住。但是这个方法呢，只能在常温的情况下来使用。如果在高温的情况下使用呢，它有可能把这个锡给融化，然后呢还会出现漏水。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？今天给大家分享2个非常好用的方法，把它给补好以后，无论是在火上使用还是在电磁炉上使用，它非常的耐高温，而且它也不会漏水。修补之前呢，首先先找一个砂纸，然后在这个漏洞周围给大家都清理干净，因为这个周围它出现有些黑的污渍或者是氧化，先清理干净。像补这种漏洞的方法呢有2种，第一种呢稍微有点麻烦，第二种呢就更加简单。第一种方法就是很多人应该都知道，补这种漏洞的时候呢，一般都是先用一个
钻头，把这个眼啊给它先稍微扩一点，然后给它扩成圆的，然后呢，用一个和这个窟窿大小差不多的铝丝把它放进去，两头呢用锤子给它扎平。这种铆的方法呢，也可以把它给修补好，修补好后也是可以耐高温的。但是呢，这种方法有点麻烦。给大家分享第二种方法呢，就非常容易了，也非常简单。首先，无论是哪种方法呢，首先呢，要先把这个漏洞周围给它清理干净。清理干净以后呢，然后用这种铝箔纸，像我们一些家电维修师傅，还有一些手机维修师傅，经常用到这种铝箔纸，它非常的耐高温，500、600度的温度也不会把它给烧坏，也不会把它给烤坏。看一下我们维修的时候呢，经常使用，就是拆这个芯片的时候，周围就会贴上这种铝箔纸，所以我们用这种是最好用的，补盆的方法也非常简单。首先呢，就是先把这一点给它撕开，撕下来一段，然后呢，用个剪刀剪下来一截。如果窟窿小呢，就可以剪小点；窟窿大呢，就剪大一点。剪开之后，然后这个呢后面是有层纸的，把这层纸使用的时候呢，把它给撕掉。接下来这层纸，这个后面是自带胶的，它也非常的耐高温。把它揭下来之后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纸给它贴在这个盆的漏洞上面。就这样贴上就行了。如果感觉这一层比较薄的情况下呢，还可以给它再贴一层。这样贴好以后，这个盆看一下就修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然后来测试一下它是非常耐高温的。这是一个防风打火机，我们看怎么样一点问题没有是吧？非常的耐高温。我们都知道防风打火机温度是比较高的，看到没有？打火机都烤坏了，也不着了，烤坏了，而这个漏洞呢也没有问题。大家如果还有更好用的方法呢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。当家里的电风扇、电机出现这种转速非常慢的时候，大家一定不要把它扔掉。如果扔掉的话，就有点太可惜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简单好用的处理方法。给它处理完以后这个电机再用个2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首先呢，咱们先拔掉上面的电源，然后呢，检查一下上面这个转子，看一下转的轻不轻。如果转的特别轻的情况下，像这种情况呢，一般都是上面的启动电容坏了，只需要呢给它换个电容就可以解决这问题。如果像我这个情况一样，转一下转的特别沉，根本转不动，像这种情况就说明是这个电机卡轴了。卡轴呢也并不是说上面这个轴套坏了，所以呢不需要更换上面的轴套，只需要呢我们把它给拆开，简单的处理一下，这个电机呢再用个2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拆的时候呢也非常容易，上面呢就这4条螺丝，把螺丝都给它拆掉以后，这个壳子就可以打开。拆开上面的壳，咱们看一下，每个电机上面都是有2个轴套，前面一个轴套，然后后面一个轴套。像出现这种卡轴的情况呢，都是轴套上面缺油引起的，因为它缺油以后它就会出现干磨，干磨以后它的阻力变大，就转不动。很多朋友的处理方法呢是直接在外面注点润滑油，但是呢在外边只能注进去1点润滑油。当这个电机在运行的时候，轴套就会发热，这点润滑油消耗干了以后，电机就会接着再出现卡轴。所以呢，给它拆开以后处理才是最耐用的。首先，需要用一个卫生纸，然后呢，先把轴上面这个污渍给它擦干净。擦完前面这部分，然后把后边这部分再给它擦一下，擦干净。擦的时候呢，一定不要用砂纸。如果用砂纸的情况下，打磨完以后这个面就会变得不光滑了。不光滑之后呢，然后就会出现更卡轴了。所以呢，一定要用这种软的这种纸就可以了。擦完以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呢还需要把盖上面这个轴套，这个里面看一下也有很多的污渍是吧？也需要给它清理一下。可以把这个纸呢给它缠在螺丝刀上面，然后呢把它捅进去，周围给它清理干净。然后呢，咱们再看一下轴套周围，这边有一个圆片，然后在这个轴套边上呢，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，可以看到这个东西。其实呢，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吸油棉，咱们可以拿着盖上面这个看得更加清晰一点。就这个东西，咱们看白色的这些呢就是吸油棉，它的作用呢就是储存润滑油的。当这个电机在运行的时候，轴套就会发热，
发热以后啊，然后这个润滑油呢就会经过这个轴套，然后流到轴上面，这样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源源不断的润滑的作用。然后呢，咱们看一下上面的吸油棉已经都干了，上面一点油都没有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油注在吸油棉上面。然后选择这个油的时候呢，一定要选择浓度低的，如果浓度高的，它这个流动性差，根本是起不到润滑作用的。所以呢，我一般用的都是这个缝纫机油，这个东西价格也非常便宜，我们只需要用它就可以了。注润滑油直接就在这一圈给它注上就可以了。把这边注完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给这个前面这个上面再注点。注这个油的时候一定要多来一点，让它多储存一点。然后呢，在这个轴上面可以给它再来一点，前面后面都一样来一点。好，这样处理完之后呢，我们先把这个给它安装起来，装起来之后再接下来处理下一步。处理完以后，这个电机就修复好了。好，把壳装起来，然后呢，拧上螺丝。到最后呢，在这个轴套外面再给它注点润滑油。注完之后，这样前后拉一拉，拉完之后，然后再转一转，旋转旋转，看一下这样转的就非常轻了。转几下。好，现在给它充上电，咱们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转的怎么样。转速非常快是吧？轻松解决问题。家里有这种废旧电池的朋友们，不要把它们扔掉。其实呢，我们只需要花2块钱买个这样的小板子，就可以制作一个大功率的充电宝。以后呢，给手机充电就比较方便了。制作方法呢也非常简单，只需要呢接2条线就行了。首先我们看一下，我这边呢有一些就是这种手机上面换下来的旧电池。也是可以使用的。然后像这些数码产品上的，包括一些就是收音机啊、一些唱戏机上面的这种18650的锂电池也能用。想要制作一个大容量的充电宝，是根据电池的多少来决定的。电池越多，它的容量就越多。然后呢，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呢，就更加越耐用。像这些手机电池吧，我们一般用的时候啊，1块也能用。我们如果把这3块用在一起也能用，但是越多啊，它的容量就越大。像这3块电池的，我们用的时候就可以把它们缠在一起，然后呢，把3个电池给它并联在一起使用就行了。像这些18650锂电池呢，也是一样，单节电池也能用。如果想让容量大呢，就多用几节。现在啊，咱们就用这2节也可以使用，数量越多，它的容量就越大。首先呢，把这2节电池给它先并联在一起，然后这边是开焊的状态，咱们把它焊在一起。并联在一起呢，就是正极和正极连在一起，负极和负极连在一起。咱们把它先焊在一起，然后啊，咱们看啊，这个电池呢，都有个平面，两边是平面的，它就是负极，然后有稍微突出一点的，这边就是正极。好，咱们已经给它并联在一起了。像这种电池呢，就是这边带尖的这部分就是正极，然后呢上面也有标注，平面的这边呢就是负极，这儿也有标注，这就是负极。咱们现在呢就把这个小板给它焊上就行了，制作非常简单，只需要呢就2条线就行了。然后这个小板上面呢，咱们再看一下，上面就这2个焊点，然后这边有个 B 加，这样呢就是接电池的正极，然后呢这有个减号，这样呢就接电池的负极。咱们现在在这个正极上面，咱们接一条红色的线，然后呢在这个负极这儿接一条黑色的线。好，接完以后呢，到这边咱们就需要接这个电池了。接电池的也是一样，正极接正极，负极接负极，一定不能弄错。咱们把这负极接在电池的这个负极上面，就这个平面上面。好，焊完这一条呢，然后呢就焊这个正极。就这2条线，制作呢非常的简单。好，焊完之后呢，咱们现在看一下，就这么简单就制作好了。然后啊，咱们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给它充电。插上充电器来看一下，这上面也带充电指示灯。咱们看一下，这个蓝色指示灯闪，就说明啊它正在充电中，可以正常充电。然后呢，再测试一下能不能给手机充电。好，这边呢咱们插上充电器测试一下。
这头插在手机上面，咱们看一下，可以正常充电，就这么简单，一个充电宝呢就制作好了。如果对一些要求高的朋友们啊，我们可以把它安装在一个小盒子里面，这样看着就比较美观了。然后做好以后呢，和这样的买的充电宝它效果都是一样的。做好壳子以后呢，就出门携带的时候就更加方便。今天才知道，原来把3个钻头给它绑在一起，塞到手电钻里面，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妙用，很多人啊都不知道。今天呢，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使用方法，非常的好用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，把这3个钻头给它先对齐，然后呢，用个扎带给它扎起来。如果没有扎带，用胶布把它缠起来也是可以的。我们把它扎紧，扎紧了以后呢，然后把这3个钻头给它对齐，前面一定要对齐，然后呢，把多余这个扎带给它剪掉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塞到手电钻里面。好，塞紧以后，我们来看，这个手电钻里面有3个豁口，正好啊是固定在这个钻头上面。然后呢，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？我们来看，像这个木板或者石膏板，如果我们给它开孔的时候没有大的钻头，只有这种小钻头，那么怎么给它开个大孔呢？其实呢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，非常的好用。我们来测试一下，来看一下。刚开始下钻的时候，它老是跑偏，但是没关系，现在它就可以打下去了。你看这个转速非常的快，是吧？转的效果非常快，非常好用。看，几下就把这么厚的木板钻透了，而且呢，这个钻孔里面也非常的光滑。想要开多大的孔，换的钻头呢就比这个稍微大一点或者小一点，就可以钻出大小不同的眼了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？这个方法是不是非常的好用啊？真的没有想到，原来在电饭锅里面放上一把锤子，居然还有这么好用的那个功能，在生活当中啊非常的有用。很多人呢都不知道。今天我们来看啊，首先我们先把这个锅胆给它拿出来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锤子啊给它放在电饭锅中间的位置，一定要压住中间这个瓷杆。我们看，把锤子这样放上，这样压好了之后，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？首先看啊，像家里的一些 LED 灯啊。非常不难用，是吧？用几年坏掉了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它快速的修灯就可以了。这个方法呢，非常的简单又好用。首先我们看，灯不亮的一般都是上面这个小灯珠坏掉了，它只要坏一个呢，它整个就不亮了。以前呢，我们在维修的时候需要用到电烙铁，哪个灯珠坏了以后呢，把它焊在一起就可以使用了。但是呢，修好以后不特别完美。我们要想完美的修好它呢，就是给它换一个灯珠。我们用电饭锅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。首先我们看，把电饭锅，我们先给它打开开关，然后呢，我们把上面的灯板给它拆下来。拆下来之后呢，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把它放在电饭锅的发热盘上面，用个螺丝刀把它按住，不要让它来回跑。你看呢，现在大概1分钟的时间已经热了，然后呢，给电饭锅给它拔掉电源，你看这小灯珠就这样轻轻的一拿就掉了，是不是？速度非常的快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从其他的地方再拆个好的，我们再给它放回去就行了。无论是拆还是安装，速度都非常的快，非常的好用。我们看，都给它按照原来的位置放上一个好的灯珠就可以了。我们用它修灯是非常的好用，非常的快捷，不需要买加热台了。这个呢，就是电饭锅里面放一个锤子，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在我们维修 LED 灯的时候啊，特别就是更换灯珠的一些更换方法及技巧。其实呢，更换灯珠需要的工具啊，常用的就是2种，一种就是用电烙铁，另外一种呢就是用 PTT 加热板。2种工具使用的不一样，然后它的更换技巧方法也是不一样的。还有一点就是它们2个工具不一样，更换上去的灯珠它的使用寿命也是不一样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先来操作一下，用这个电烙铁先更换个灯珠，然后再用 PTT 加热板更换个灯珠。更换好之后，我们对比一下，就知道为什么它们2个更换上去的寿命是不一样的。用电烙铁更换灯珠呢，首先我们用剪刀
把这个坏灯珠给它剪掉。如果不剪掉的话，用电烙铁直接把它给焊掉的话是不容易焊掉的。我们用剪刀给它剪坏。先把外边这一层给它都剪掉，剪成这个样子之后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用电烙铁就可以把它给烫下来了。看，现在已经露出里边的金属部分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再加点焊锡，用烙铁一烫就可以烫掉。在这个上面给它多上点焊锡，焊锡多了之后呢，它会更好的传递这个热量，传递到这个灯板上面。焊锡上去之后啊，我们就用烙铁这样晃两下，哎，就掉了，看到没有？已经掉了。然后这个下边是有塑料的，我们把这个塑料用烙铁给它清理一下。更换了灯珠呢，最好啊就是用这个刀头的烙铁，因为这刀头烙铁呢，它的温度比较高。把下边清理一下，这个白色的是塑料，我们先再蘸点松香给它清理一下。好，焊点已经都出来了，把这个多余的松香给它刮掉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板子上面是有3个焊点，边上这2个正负极，一正一负，然后这个中间这个用电烙铁是焊不上去的，没有办法往上面焊。安装灯珠的时候，首先要先在焊盘上面稍微给它来一点焊锡，这样的话就更容易焊这个灯珠，焊的比较牢固一点这样。然后呢，找准灯珠的正负极，把它放上去。正负极一定要找对，不然的话焊上去的灯珠啊，它是点不亮的，不能使用。然后呢，用电烙铁开始焊接，先焊接一边，焊好之后，然后再焊另外一边。然后再给两边给它补一点焊锡，让它焊接的更加牢固一点。好，现在这个灯珠就更换好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，还可以啊，比较牢固。现在我们用 PTC 加热板来更换灯珠，无论是用它来拆灯珠或者是安装灯珠，都是比烙铁要方便多的。然后呢，用它更换上去的灯珠也是比较耐用的。现在我们就给这个加热板先给它充上电，然后让这个加热板先预热一下。等一会儿它的温度上来之后呢，就会发现这个灯珠上面的锡珠这个会变得非常亮，非常亮就证明这个锡已经融化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用镊子直接一夹就可以夹掉。我们看一下里边好像已经出来松香了，我们现在试一下，还不行，等一会儿。OK， 你看轻轻一拿就拿掉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更换一个新灯珠上去。更换灯珠之前呢，最好在这上点焊油，上点焊油的话，焊接的是比较圆润，也比较好看美观。放好之后啊，就把它拿掉就行了，不要长时间在这个发热板上面，长时间的话对它加温，它是对这个灯珠是没有任何好处的。更换这个灯珠也是一样的，正负极一定要弄对，弄不对的话，这个灯珠换上去也是不会亮的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加热板更换上去的灯珠效果。在这儿就是给大家说一下，为什么就是加热板和电烙铁更换上去的灯珠寿命为什么不一样？为什么用加热板更换上去的寿命比较长？现在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它的原因呢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上面这个焊点啊。灯珠下边的焊点是有3个是两侧是正负极，用电烙铁呢只能更换去两边，中间是焊不上去的。中间这个灯珠呢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拿个灯珠，中间这个呢它是连接在这个灯珠光源它的背面，而这个板子中间这个呢，它是连接在这个灯条后边这个铝壳上面的，它是起到一个散热的作用。用电烙铁呢焊不到中间这个位置，所以说这个灯珠它就起不到更好的散热。如果用时间长之后，它就很容易把这个灯珠给烧坏。如果用加焊台就不一样了，这3个焊点全部都能焊上去，这样的话就能更好的给这个灯珠起到一个很好的散热作用，
这样的话就会使这个灯柱寿命更加长一点。这就是厂家为什么设计这个灯条后边都用这个铝的这个铝片，它是起到一个散热作用的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感觉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评论转发支持一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在生活当中，很多人应该遇到同样的问题，就是我们这个家里面的壶盖，还有就是这种锅盖，中间这个把手呢都坏了，因为这个提手你看没有了是吧？提手的，当我们再使用的时候，抓住它提的时候就比较烫手。然后呢，这个丝呢怎么拧都拧不下来。你看一下，我这个已经买了个新的提手，但是呢，我们拆这个的时候怎么拆也拆不下来。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这个丝啊，已经拧的有点滑了。用力非常大也拧不下来，如果把它拧不下来的时候，这个是没有办法往上安装去的。像这种情况，估计有很多朋友都比较头疼。今天呢，我来给大家分享一招，其实应该拧这个丝啊也非常容易。我们来试验一下，看这个方法到底好用不好用。需要的工具呢，就是我们需要准备一把螺丝刀，然后一把钳子，如果没有钳子，用个扳手是更好的。然后呢，就是一个打火机。首先操作的时候，我们就先把这个锅盖先拿起来，壶盖先拿起来，然后呢，用这个打火机把这个螺丝我们给它烤一下。首先我这个是个防风打火机，防风打火机它的温度是比较高的，我们烤一下螺丝，给它加一下温，加热一下，转着圈，然后给它加热均匀。我们就使劲啊，就是烤这个螺丝帽。我们呢就需要用这个冷胀热缩的这个原理把这个拆下来。烤的差不多之后啊，我们再准备一点这个油，食用油都是可以的，然后蘸点油，点上去。点好油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再拧一下，试一下，应该就很容易把它给卸下来。因为没有扳手呢，我今天就用这个钳子来拧一下。看一下能不能拧下来，这样是拧不动的，还是拧不下来。然后呢，我用打火机再给它烤一会儿，热胀冷缩，很容易把这样的螺丝给卸下来。稍微多烤一会儿。如果没有这个打火机啊，有火枪的朋友也可以用火枪，火枪它的温度更高。烤一会儿之后还是一样，给它先点点这个油。然后呢，接着再拧，还是比较用力，比较大一点，还是好像已经拧松了。看一下中间这个是铝的，这个已经因为这个铝的不受力是吧？看一下这已经拧断了，把这个丝断了正好。反正我们目的啊就是想让它掉下来，看一下已经掉下来了。这都没有用了 ，OK， 没问题了是吧？把这新的已经换上去了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家里面的数码产品在放置时间长了之后呢，再使用的时候啊，就给它充电充不上去了。像这种情况呢，并不是说这些电池它已经坏掉了，它的真正原因呢，就是电池啊它的内部电压过低，或者是休眠保护引起的。像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再用它自带的充电器是给它充电充不上去的。今天呢，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种电池它的修复方法。其实呢，需要的工具啊也非常的简单，我们每个家庭里面都是有这种工具的。我们看一下这块电池，它是笔记本电池，它内部使用的也是这种18650的锂电池。然后这个手机上的电池呢也是锂电池。今天我分享的这个方法呢，就是非常适合这种锂电池，别管是什么样子的形状的，只要是锂电池都是可以给它修复好的。我这块锂电池现在呢就是充不上电了，放置时间太长了。我们先温表来测量一下，看它的现在电压是多少。看到没有，这个表是没有的啊，什么值都没有。就是电池呢是完全是充不上电的，一点电量没有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用它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电池修复的方法的步骤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把这电池给它拆出来。像这种电池呢就不需要拆了，因为它这个电池都是在外边的。笔记本电池它这个电池芯儿是在内部。
拆开以后，我们看一下它内部采用的是4节18650锂电池，它是串联在一起的。然后上面这个壳上这个标注，我们看一下，它是一个15伏的。现在呢，我们不经过这个充电板，然后我们用腕表测量一下，看它的电压是多少伏。正常的情况是15伏才对。现在电压是3.24伏，这电压明显是太低了，所以说呢是用自带的充电器是根本充不上去电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测量一下每块电池它的电压是多少伏。我们先找一下，先测量第一块 1.12， 然后再测量第二块，第二块是1伏，然后第三块是没有电，然后再测量第四块，第四块是1伏，然后第三块是没有电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给它，4块电池呢不能同时激活，我们要一块块的给它强制充电、强制激活。激活需要的工具啊，我们就是在家里边用一个智能手机的充电头，一定要是智能手机的啊，因为智能手机充电头呢，它这个电流是比较大的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是5伏2安，我们只要用个是2安的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下一步我们再找一个手机充电线，就是不实用的报废的充电线，我们呢把它给剪断，用1节就可以了。我们就用带 USB 接头的这半节，然后呢，我们给这条线拨出线头，它的内部呢是有4条线的。我们呢主要就是用这个黑色和红色，黑色是电源的负极，红色是电源的正极。另外这2条线我们是用不到的。我们给这2条线拨出线头，然后这个黑色的上面接个夹子，接个这样的鳄鱼夹，然后这个红色上面也接个夹子，接个夹子之后呢，我们在激活电池的时候就比较方便，直接加上就行了。如果没有这个夹子的话，用手按住也是可以的。好，夹子已经接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把这个 USB 这头呢，我们插在手机的充电口上面，然后呢，我们给它插上电源，插上去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激活电池了。然后这个正负极一定要接对啊，我们把这个正极夹在这个需要激活这块电池的正极上面，然后这个负极呢，我们接在这块电池的负极上面。我们一块块的激活，我们就夹在这条线上面，这条线就是和这个电池相连的，我们给它夹上去。好，这样就可以激活了。现在呢，这块电池我已经充了大概有15分钟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再充第二块。我们把这个夹子给它先倒过来，这样接着再充，大概给它充个10几分钟吧。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我已经把这4块电池都给它充完电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用腕表来测量一下，看它的电压有没有上升。如果电压正常之后呢，它就可以正常充电了。先看一下它现在是多少伏的电压。14.31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电量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然后呢，现在这个电池就修复好了，再用它原先的充电器就可以给它充电了。好了，视频今天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